男人打死不认错，这样做超气人。按前女友的赞，然后他就说就没有怎样啊，他就这样子飘走，我觉得一点安慰都没有。我说我看了你的定位，你应该是在叉叉酒店吧？你为什么要骗我呢？很怕他生气啦，因为有些女生就是讲实话我就不会生，你骗我就不行。可是大家讲实话我还是生气。对。老夫老妻爱斗嘴，这样道歉超可爱。多少晚上会想要吃宵夜干嘛？可我老公只要回来，永远只带自己那一份。第一次我就说你很自私哎，就你自己要吃，我们是不要吃哦。我说这样感觉很差。对。然后我老公就不讲话。隔天他就会问，这个就是他道歉的方式。台阶来了，我就算不想吃，我都会说哦，好啊，你帮我买一碗回来。进去的啦。欢迎收看《女王大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4位人妻，他们有个共通点，他们的老公都不擅长道歉。究竟人夫用了哪些奇葩的道歉方式，让人妻们是越想越气？欢迎他们出场，介绍第一位，珍妮。欢迎珍妮姐。哟。欢迎黄心怡。还有假笑主播。还有。欢迎王一洛。欢迎安心云。安心云。哇，辣翻呐！安心云今天是来剪彩的是吧？因为平常都太邋遢了，对啊，部落妇女你也知道，刚好趁这工作的机会，还有盛装打扮。等你小孩上小学，你就有一把时间了。没错，对，一大把。但是我老二很小，才1岁半。你没有这样承认自己老二。我是说我的儿子。对啊，没错。你的二儿子很小。对，才1岁半。1岁半啊。对，真的很。那还要再等5年。等个几年。好，来，我们今天的环节就是生气，做错事情被抓包，不道歉还满嘴借口。哦，你真的是骂得很真实，我的分贝好高。这个故事呢，就是来自于我老公。前一阵子，我问各位，你们的老公如果去酒店的话，你们可以接受吗？可以，要讲。他可以，他现在有讲究。哦，真的，我现在也可以了。哎呦，因为我被我老公套路后就可以。你早就可以了。没有，一开始也不可以啊。那是一开始，都结婚20几年了，别闹。那是不是就是被他套路过后就同意了？对啊，他以前。对啊，我以前也不行啊。他也可以啊。哦，好，对啊，做生意嘛。那这个故事要讲吗？OK， 还是讲一下，这个故事，还是要报道一下，还是要。如果我觉得不太需要讲，你要叫车了吗？好，我还是要讲，我现在还不行。那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呢，我是跟我老公说，也不是说不能去酒店这件事情。如果你今天是为了工作，比如说你去谈个生意回来，哇，几千万啊，当然去，赶快去。如果去一次有几千万生意的话，好，拜托去。可是如果你只是男生无聊，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喝个小酒去玩乐的话，那我就觉得，那是不是可以？不一定要去。你认为玩乐的地方很多，干嘛？对，为什么一定要飞去酒店？去酒店，那你担心什么？去那玩，你觉得那会有什么？那边的女生都就是问我有手那破卡成顶口口对啊，跟我比较诱惑太多，诱惑对，然后你又酒酣，都是安心云这种的，对，酒酣耳热之下，你很容易会冲动，对，你如果不冲动又你是正常男人都有可能会对吧？对吧？尤其是喝醉之后。好，总之呢，那一天呢，他跟他那一群朋友出去，那我知道他那一群男生朋友呢，就是喜欢之后吃完饭刷团，就是一定要去酒店玩一下这样。对，那之前好多次他跟他们出去，他都没有去。然后那一天呢，他出门的时候呢，就一直磨磨蹭蹭的这样，还支支吾吾的这样。我就说，我跟你讲，如果你觉得你太多次没有跟，你这一次你觉得，你知道有时候兄弟之间会这样吗？来了没关系啊，揪个5次去1次。对，我说如果你真的觉得你这一次要去，没关系，你就跟我说，但是你就提前告诉我。他就说不会啦，不会，我就这么多次都跟他们出去都没去，这一次也不会去这样。我说好，随便你说的哦这样。后来他就去吃饭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吃饭时间差不多喽，我就讯息问他说怎么样？那你们接下来要去哪里啊？这样。
他说还没决定，我们还在讨论这样。我说哦，好好好。然后过了大概又在半小时，他就跟我说哦，我们讨论出来了，我们要去唱歌。然后我就说哦 ，OK 啊，唱歌可以啊，好，那你们要去哪里唱歌？他就说我们要去敦南钱柜唱歌。然后我想说敦南钱柜，我本来也不疑有他，我就觉得说哦，那去啊这样。但是身为一个钱柜达人。敦南钱柜，大家知道那里是没有自己包厢的厕所的。对，哦，对，出来上，他是要出去上厕所。他坐在外面。然后我越想越不对，因为那里面呢，那一群朋友里面就是都是一些什么档哎啊，你知道都是一些大哥啊，都不能抛头露面的，都不可能说会为了你知道敦南钱柜就是可能我们学生时代要省钱嘛，然后就是可以在外面上厕所，我们也没差。那些档哎怎么可能就是在敦南钱柜唱歌呢？我就越想越不对。此时我就拿出我手机的 app， 因为我跟我老公呢有互加那个定位，对，我就打开那个定位，然后定位那个范围很广嘛，远远看的时候，哎。真的是在敦南钱柜，远远看的时候，就是放小的时候，还没有拉近的时候，拉开就不在了。拉开来一看，然后想说，哎，不对哎，那个旁边附近就有一栋。那里面有好几层楼，就是都是酒店，对，就是那附近，对，然后结果我就觉得，哎，好像不对，我就传讯息给他，我就说，你不是在敦南钱柜吧？我说我看了你的定位，你应该是在叉叉酒店吧？这样，哇，然后他就突然传讯息跟我说，没有。不是，反正我回去再跟你解释。好紧张，什么意思？他在说什么？没有，不是。这样也没回答到啊。对，就是没有回答。到底是他说我们就是唱歌，他在说，我等下就回去。他讲了等下就回去，大概讲了2小时之后他才回来。他这2小时你不是心情很差吗？很差，极差啊！我本来想要约女生朋友赶快出去喝一杯，但是后来想说不行，我就是要保持清醒。今天这样，然后回来等他，就是你知道满清十大酷刑。然后呢，就后来他就回到家了，我就看他怎么跟我解释。我说我不是说了吗？如果你要去的话，你就告诉我，对吧？说了明说就好。对，你为什么要骗我呢？然后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他说没有，老婆，我真的太醉了。我跟你讲，我刚刚从那个餐厅到去那个的路上。我已经失去行为能力了，被捡尸的状态。他是被带去。他说我是呈现，就我双脚不能动，我是一个兄弟在这边，一个兄弟在这边，我是这样子被扛过去的。他是飘过去的。对，他说他是飘，他一到那里他就睡着了。我只有看过演唱会会这样的出场哎。对，这样过去。然后他说他到那边就睡着了，一觉醒来之后眼睛发现哦，我怎么在酒店？这什么？我觉得他尽力了。这个你觉得他尽力了？他尽力解释。对，这什么？他这样有给过吗？没给过啊，怎么可能？也没办法不接受哎。你要听你老公爆区啊，他搞不好还要勾大群啊。我跟你讲，他隔天还真的勾大群呢。他隔天拿到账单的时候还说，哎，不是，为什么我还要勾大家？比较怪的是，他其实是已经讲了，你要去就说一声，他已经讲，对，而不是说你死活不能给我去。为什么男生都会这样哈？因为也没有都会这样子啊，怕对另外一半生气啊，他可能怕他生气啦，因对，为有些女生就是想试看看啦，就是像我们这种女生说，我不会生气，你讲实话我就不会生气，你骗我就不行。可是大家讲实话的时候我还是生气，所以他就怕嘛，他就不敢讲实话。对，就一个套路而已啊，只是生气的等待。对，他可能觉得先讲会生气5小时，你就告诉我到底有没有去 ，OK， 讲没有关系。我去了，你还在去啊？什么东西啊你？套路，再也不讲了。对，没错。我之前就我爸要出国嘛，然后就跟我借行李箱。那因为我们在台中行李箱都放在那个更衣室上面，知道？然后我就去拿，再一拿不拿还好，我从来不会去检查家里有任何东西，从来不会去翻。可是那天就是一拿之后发现，哎，2个橘色的鞋盒，在行李箱的后面。橘色的名牌的，哎，名牌的，哎呦 ，H 牌，哎 ，H 牌的，哇，球鞋，我打开来看，2双球鞋。想为什么会有？然后一看，哎，男生的 size， 那就是我老公的嘛。然后因为看到了这2双鞋呢，我就觉得怪怪的，我就开始去翻其他柜子里的东西。哎，翻到3条名牌围巾，围巾哦，再翻，哎，又看到了2件羽绒衫，也是名牌的羽绒衫，而且那件羽绒衣服是我女儿在美国的时候看到。比较便宜哦，他跟他爸说，可以买这给我吗？因为美国很冷嘛，他在东岸下雪，你可以买这给我。他爸说太贵不行，
他爸买2件给自己。哎呦，然后我就开始拍照，然后就传到我们家庭群组，因为我想说我女儿一定会屌他，我就传到家庭群组。女儿来处理。对，我就传到家庭群组。借刀杀人啊！然后我女儿一看到说，太夸张了吧？为什么买这个？你知道他爸马上秒回，都假的，要吗？买给你。哎，对，可是他骗人，A 货嘛，怎么可能？我都看到有标签，什么那个条码都有，你知道吗？我就上去，他又骗人了，然后他爸就不回了，不回之后，其实我很生气，不是他回来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你买这么多名牌干嘛？你不是不穿名牌，他不太穿名牌。我说你为什么买这么多名牌？他说没有啊，因为现在出去可能有一点身份地位要干嘛，所以他就还是需要一些要穿点行头这样子。我其实生气不是他买这些东西，我生气的是，那为什么你花钱在你身上，你儿子刷卡2万，我要出1万？你们本来的互动模式就是这个经济是分开出的，是的，自己花自己的钱。对，没错，所以我才说我没有气他买名牌，我生气的是，那你第一个，你为什么你女儿要买的时候你不买？而且他瞒着你。对，而且他偷买，发现才成。对，然后被我发现，然后他才看，他才说假货，明明就是真的。对，然后你知道吗？然后所以现在我就说，你不用藏，你就拿出来，除了鞋子我不能穿，其他我都可以穿。他就怕你穿啊。你说对。可是难道珍妮姐都没有花一些钱是西德哥不知道的吗？当然有啊，你讲什么话？不是啊，可是他就找不到我啊。可以接受啦，就是你也这样，我也这样啊。真理不会把2个橘色盒子放在行李箱后面啊。对啊，我会放我妈家，她找不到啊。我觉得珍妮姐的点是，干嘛隐瞒？干嘛不说？然后再来就是你有本事花钱在你身上，你就应该有本事花钱在你的小孩身上。为什么还要？你不见得要花在我身上，跟你要花在小孩身上。其实很多有时候夫妻账是分开的，其实有点尴尬。你们得搞清楚家里到底钱怎么走，怎么花的，这个走得不清楚哦。没有，就是反正家里开销都他出啊，除了我自己以外。那你负责家里的？我自己。好，我没有问题了。我是家里最重要的。好了，没有问题。我自己，对，这好，我就是我自己。对啊，我把我自己照顾好，不好吗？减轻老公的负担。对，是啊，人家出去老公还要付老婆的钱，我们没有我自己，我们各付各的，这样多好，对不对？对啊，经济很大。经济独立。我想起来有一次，就是那时候我跟我先生还没有结婚，我们还在交往，大概交往3年吧。然后那个时候，他其实知道我的点，我觉得我们2个就是会彼此踩点找乐趣。哎呦，对，可是就是他先生年纪小蛮多，对，小蛮多，然后体力很好，有时候一言不合就把他摔到床上，然后2个对，然后其实什么都是床上解决这样子。可是那个时候，哇，帮你们前情提要一下，对，大概关要，就直接这样，对，就一言不合就打。你出去，没有，我还会跟他出去，我是来炫耀的，对不对？他不符合今天的主题，出去，有吗？他不符合，对不对？出去，你是生气的，安静。我也觉得他是来炫耀的。我是一言不合把老公丢在床上，他就晕倒了。太大力了，太大力了。你那不一样，那个撞到墙的不一样，你下手太重了。力气不一样的。对了，因为那个时候我知道我现在还年轻嘛，然后因为我也不会喜欢跟我前男友联络，那他也知道我不喜欢，对啊，谁喜欢对不对？然后有一次呢，就是因为他的前女友中间有朋友是我们彼此认识的共同朋友，然后就是我看了就是他的那个 IG 之后，我就怎么发现有一个很熟悉的赞。然后我就点进去看，为什么是我老公的按赞，按前女友赞，按前女友的赞啊！而且你知道他按赞是按什么吗？他其他的什么大合照啊，自己什么在其他的照片什么都不按，他就按他前女友穿比基尼的照片。不行，我真的不行，好好的欣赏了一下，他真的认真的欣赏，真心赞，是不是真的赞吗？老实讲，真的。对吧？你也认同吗？这个也是赞嘛。对，然后结果呢？但差我一点了，对。结果，后来我就想说我要冷静，因为我要知道说到底是因为什么。然后后来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没事按你前女友的赞？”
哦，没有啊，我只是顺着滑，你知道手机，然后男生就是顺着滑，就看到就赞，看到就赞。我说没有哎，你为什么要就是，而且他不是在第一个 page， 他就是你要点进去看到，然后他那个可能是第3个或第4个，就是你要认真滑，你才会点到他那个泳衣的照片。我说没有哎，你应该是看很久，然后你就看到那个比基尼，那你为什么要点赞？然后他就突然不解释，然后他就说哎。你有看我手机哦？我说我没有啊，你忘记你前女友的某某某也是我的朋友吗？我从那边看到的。然后他就说，是哦，那么巧，那就没有怎样啊，我就顺路滑过啊，然后就飘走。对，他就这样子飘走，轻轻的带过这件事。对他想要轻轻的带过，可是你知道我当下又很生气，可是我觉得我就给自己一个念头，就算了，谁年轻没有这样过？就这件事就没有解决。我发现之后，我真的有很认真，因为我们在乎的点不一样嘛。我真的很认真问他说：“你是不是还对你前女友有什么眷恋，还是你还喜欢她？如果这样，我就成全这样子。反正那时候还没结婚，没有那时候还没结婚啊。所以他就跟我说，我就真的没有啊，我只是就是划过去按赞，你为什么想那么多？男生真的会这样回答哦？不是不能接受啦，只是听了你会觉得没有被安慰到而已。对，没错，对吧？没被安慰到，我觉得一点安慰都没有。安慰，对，那怎么回答会最好啊？像这种事情，没有，就慎重的讲一下，就说我不是故意的，我就是真的这样滑到看到他，我没有在 follow 他，你不要想这么多，就是他没有多讲几句。我觉得如果他有讲到我在意的点，就是有理解到我在意点，比如说我当下真的不是故意的，在意的点，但是我现在知道你很在意了，所以以后不会再去按他赞。对，没错，这样我就觉得被理解，对，这样就好了嘛哈。我觉得男生可能就是比较缺少这一方面的那个，他就是觉得他没有做错什么，有什么好解释？对，有什么好解释？他既然就是坦荡荡的，他为什么要讲？但是在修复你这个质疑跟你们的关系上面，并没有尽太大的力，好像是，对，漂亮，感谢你的配合。好，他炫耀完了，好吧，该你了，你还是压轴要炫耀的那个。那一天啊，我老公就把我丢在床上，丢得动吗？他丢得动吗？然后他就骨折了。好啦，我来讲正经的啦。有一次，我当妈了后，我朋友还结婚，我就去了桃园参加一个婚礼，让我老公在家里面，就我想说，那去桃园来回会比较久嘛，那想说，那你要在家自己顾小孩，那时候我有点不放心，顾小孩跟顾我们家的老狗这样子，他就说没问题，交给他这样。然后我就跟我哥哥一起去桃园参加喜酒，吃喜酒，然后就到了桃园大概1个多小时，我就突然接到一通电话，喂，您好，请问你是王以路吗？因为很少人会说，请问你是王以路吗？我就觉得这不就诈骗集团，通常就是会问这种说法。我说有什么事吗？他说哦，你好，我这里是某某某兽医院。你的女儿很像发烧了。什么时候在动物医院？然后我就3条线，我说哈，动物医院？他说对，这里有一只你家的狗。然后我就觉得，可是我刚刚不是1个小时前，我家的狗跟我孩子不是都在家吗？对啊。我就想说，现在诈骗集团。连狗都要骗，我看速度好快。对，然后现在还是要勒索吗？还是要干嘛？我说我家的狗在兽医院，他说对，我说哦，那是什么狗？他说红贵宾。我想哇，连红贵宾都知道，很详细。然后我就拨给我老公，我说那个老公你在家还好吗？他说哦还好啊。我说那狗呢？蛋蛋嘞？蛋蛋跟狗狗都还好吗？他说都好啊，都好啊。我说。都好哈，没事啊，没事啊。我说哦，没事，奇怪，没事效，我就觉得是诈骗，真是诈骗啊。然后我也就没有回拨了，然后就继续吃喜酒，吃，就人家又打电话来了，哇，然后就怎么又是这动物医院的那个来电？他就说王小姐，我怎么没有接到你的来电？你们的狗还在这里。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很认真很像不是诈骗集团。然后我就说那因为我刚刚有打电话回去问我老公，他小孩跟狗，他说都 OK。我想请问一下，那个确定是我的吗？是我们的狗吗？你是不是找错人了？他说没有哦，我们扫晶片，然后上面就是你的电话。
然后我就觉得，哎，谁送去的？重要节日不记得，这样弥补很有用。我们2个都忘记了结婚纪念日，然后突然就是有一个包裹就寄来家里，然后寄来家里之后就，哎，怎么是我的名字？我从来没听过，所以我那一次看到，好好玩哦，怎么会那么有趣？对，补偿。对对对。小晶片，然后上面就是你的电话，然后我就觉得，哎，谁送去的？奇怪。然后我就说，那请问一下他的项圈是什么颜色的？他说是一个绿色迷彩的，不就是我的？不可能这么厉害嘛！我们家狗就是一个绿色迷彩，你知道我这么喜欢迷彩。但我说，我还问了一个很蠢的问题，它闻起来是不是香香的？因为刚刚洗完澡回来，他说是还蛮香的。你可以关切别的问题吗？因为谁送去的？你问了什么？然后你就觉得到底是不是真的是我家狗？然后我就说那谁送的呢？他说是刚刚有2个大学生。我说那我可以跟他通话吗？我说，哎，你好，请问一下，你刚刚在哪里捡到的？我说我们刚刚在师大逛夜市，就看他那只小狗在那边乱窜，我们就把它抱去那个兽医院扫晶片。我说，那应该真的是我家的狗，那谢谢你，我现在人在桃园，我请家人赶快去拿。他跑出去没人知道，没人知道，然后我就打电话给我老公，我说老公，你现在人在哪里？那个你知道妮妮刚刚不见了，然后人家找到她了，然后那个捡到兽医院吗？他说原来是到兽医院了，所以什么？然后我突然间就因为资讯量一下太多，我以为不是我家的狗，变得是我家的狗。我以为我老公不知道，要赶快跟老公讲，原来老公都知道。对，我说所以相应蛮，所以我说你知道狗不见了，真的发现，我说怎么会把狗找到？我说怎么不见了？他说那我在哪里？我先去那个兽医院，然后我就把兽医院电话给他，他说那你回来再说好了，没关系，你慢慢吃喜酒。我说吃还想吃啊，我说吃到一半就发生这种事情。他说我就是怕你心情会不好，狗不见了，那我想先去找狗，让你不要再跟你说这样，让你不要那么担心。八成带女儿出去玩了。一个没留神，然后就跑掉了。然后我就气到都发抖了，心想说：哇，我怎么会运气这么好？还好有人捡到狗，因为那是晚上，就这样不见。如果一出去被路杀嘞，就是车子来过了怎么办？对不对？就找不回来了。还好我20年来都没换过电话。哦，上面是旧资料是吧？上面是旧资料，因为有时候你没有去更新那个晶片。哦，所以晶片要更新啊。你要去晶片，你要打电话去更新。是我自己的吗？你说我身上的那一张吗？因为我有时候也是蛮常会迷失，对，我们她老公不想接到电话，有时候喝醉就会迷失在路上，我也蛮需要一个晶片，有路导，对，有人来扫一下，送回家。然后我就回到家，我就吃不下了，我就太气了。我哥说怎么了？我说我觉得吃不下，我说我要先走了这样。然后回到家后，我就说狗怎么会不见？他说我也不知道。我说你怎么会不知道？你还知道什么？然后结果我知道你会生气，他就知道你会生气。对，他说我想了半天，那可能是刚刚你一出去没多久，我就叫了外送，所以可能是那个时候门打开来，他根本没出去，他没有出去。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先打给我先讲？我都问了，我说万一怎么样的话，我这边我脸书可以 po 或干嘛，还可以先找嘛。我说你不能让外面的人打电话给我，以后我还觉得我们家没事，对不对？而且你都打电话问了，对，他说没有啊，因为他觉得我普通也是会打电话回到家，会说，哎，蛋蛋还好吗？所以他就以为我只是像普通的关心，他觉得不可能会有人打电话给他，打给我，告诉我们家狗不见了。他觉得他可以趁这个时间，太妙，这缘分太妙。我觉得是男生先入为主，对。所以我就说还好。他说。我说，如果今天狗真的不见的话，说我知道你会杀了我，我知道你会离婚。我说我真的会，享年42岁，真的气疯了我。他的借口，我觉得真的是不小心的。我觉得，我可以觉得还可以原谅，还可以。
还可以。但我觉得应该要先讲。对，还好结局是没事。我跟你讲，他才刚发现不见你的电话就打回来了。哦，他发现他搞不好发现，不好意思，搞不好他打来才发现他是整个孩子弄饱了、吃饱了，准备要去洗东西的时候，就想说怎么躲那么安静？对，这一过都过半个多钟头了。他搞不好正在找，打电话来，然后他应该在。我打过去，就是他们两个还在外面找狗，他说爸爸还在找你找不到。哎呦，真的。我觉得你女儿应该知道很多老公的黑暗。我想应该是。好，刚才是老公给了一个借口，现在是老公真的有道歉了。来，电话姐，亲爱的，你的道歉方式让我受不了。我记得那个时候是我们结婚第5年还是第6年忘记了。可是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我刚怀孕，然后就是很忙碌，然后又忙着姐姐要上小学要预备嘛，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忘记，我们2个都忘记了结婚纪念日。可是后来谁先想起了？是我先想起了。可是我先想起来，我没有表示任何一句话，因为我就觉得说，因为我喜欢那种精心时刻，我就觉得你应该会 do something。对，没有。就真的没有，然后那一天日子就这样过下来了。结果后来他隔天就是我在煮饭的时候，因为通常他回到家他就说，我回来了，然后可能我煮饭，因为我们厨房是背对门的嘛，然后我都会这样子，回来了，辛苦了，然后就继续煮这样子。可是他那天就讲话，回来了，然后就先洗澡，冷淡，对，然后他就发现我就是情绪不对这样子，可是他很奇怪，他也没有说什么。然后他也是默默的就带着孩子，然后就这样吃饭，然后就吃完就洗碗什么的。然后我就越想就越觉得为什么？然后过了大概2天，还是3天，然后突然就是有一个包裹就寄来家里，然后寄来家里之后就，怎么是我的名字？然后就是小包裹这样子，然后结果就打开来看，天啊，这什么东西啊？就是那种小朋友在吃的那种。音乐糖，你们知道这种东西吗？音乐的棒棒糖，这边会有音乐吗？对，你就是这样含着，很特别哦，很特别，它就像棒棒糖吃进去的时候，耳朵会听得到音乐。对，你要先把那个棒棒糖吃完，然后吃完就是它融化之后，它就剩下一个小棒子，然后你就这样子咬着它的时候，你就会听到那个音乐，我就觉得好可爱哦。然后结果后来，对，我没吃过，对，我从来没听过，所以我那一次看到，好玩哦，怎么会那么有趣？对，然后结果后来他一回来的时候，然后他就带着，就是老婆我回来了，然后说这是你送的吗？他说对啊，你等一下，然后就要从他训练背包拿出来。那再加这个可以吗？是那个金沙9粒装的巧克力，然后他说好可爱，对啊，然后我就很可爱，然后他说老婆，对不起啊，我最近太累了，所以我真的忘记了，但是我想起来，我想说你是音乐人。我就觉得，我想说，我怎么音乐人？我有听错吗？我是音乐人。我想说，你应该听到这个音乐。另一半夜不归营，人妻却反而被骂。我送女儿去上学的时候7点多的时候，然后她还没回家。好巧不巧呢，一走上楼，她这样还在睡。然后我心想说，我觉得是不是要道歉嘛？她是很惊讶的表情，这样你去哪？竟然这么早跟我出门，去哪里？哇，厉害耶！我有听错吗？我是音乐人。我想说你应该听到这个音乐。对，我在泰国应该会很红。结果呢，他就说要补送这个。对，他就说补送这个，然后我就突然觉得，好啦，那就因为我就是也不会计较，就算了，然后就好吧，那就是很特别的生日礼物，算补偿了，纪念日礼物这样子，算补偿。对。你的呢？讲完回去会不会就离婚了？有这么感觉很严重哎，人家会觉得他是一个不是太好的老公。不会，有我压着，你不用担心。然后我还有他压着，更不用担心。你就听着就发现别人都这样子，我这也没什么好气。对啊，是看别人这样吗？没什么，不用担心，不用担心，没有伤害。好，那我那一天是我老公喝醉了，所以他的道歉让我觉得我很不开心。
我觉得我脾气算很好的，就是酒店去哪里，然后因为他的工作本来就是餐酒馆，所以常喝醉醺醺回家我也无所谓，但是要先讲，或者是一清醒的时候你要跟我报告你在哪里这样子。但是我没办法先讲我今天会喝醉吧？其实我大部分都知道他喝醉，可是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刷他，一定是通常还没喝醉嘛。哦。那你要先讲。通常是。对。然后那天我就知道他是朋友的公司尾牙，然后他就去尾牙，然后到了早上，我送女儿去上学的时候7点多的时候，然后他还没回家。会担心。这个不合理。会担心是吧？然后就说怎么还没有？然后连女儿都说爸爸又出门了吗？我说没有，还没回家。对，他说爸爸去哪？我说我也不知道，我等一下问他。我说可能也许在店里睡着了，还是怎么样这样。但是我知道他是去吃尾牙嘛，那有去吃尾牙，有可能会再回到店里或干嘛，但我不知道，就是打电话也没接。然后没接以后，我就送孩子上课了，就快要到家了，在路上这样心情就不好了，不给他习惯。终于送孩子去上课了，我现在可以打电话给你，好好的骂你了，在哪里？火力全开。对，要火力全开，说怎么还没接电话这样？结果好巧不巧呢，一走上楼，他这样。还在醉，很醉，这么醉都早上哎，好厉害，体力好好，还很醉，然后再开门这样。然后我心想说，我觉得是不是要道歉嘛？他是很惊讶的表情，这样，你去哪？你还被指责，竟然这么早跟我出门，去哪里？你去哪？哎呦，反客为主啊，厉害耶！哇，我反败为胜哎。真的，马上输了，马上气势想不到，对不对？意不意外？意外！哇！然后我就突然间这样，楼梯间一大吵，大家都会知道，算了，都不要讲了。我说，来，先进去再说。你到底去哪？有什么不可以说的？他好像真的以为他不想活，他真的不想活。他真的抓到他对了，他觉得他对，抓到你的把柄。他真的以为我刚刚出去，到可能现在比他还晚才回来，他可能忘了家里有孩子这件事情。时间感已经不见了，对不对？对，他已经不见了。然后我们就进去，因为他还没醒。我说你要不要想一下我去哪？我怎么会想得到你去哪？剧本都写不出这么精彩的吧？太棒了，真的。然后我真的是炸开，然后我说好，那不要讲了，我不想跟你讲了。我说等起来再说，因为你醒了，因为他还没醒嘛。他说有什么不能讲的？我说本来就是啊，你这样都要这样讲话，因为他喝懵了才敢对我大小声嘛，因为他知道他喝懵了，有人会有生命危险。因为他喝懵，我不会跟他的是勇气之水啦，可能是真的。然后我就说，你看你弄成这样子，我真的觉得感觉很差。他说你还不是也有过？我说我有过什么？你有过喝醉？我说然后嘞，你有没回来过？我说什么时候？我火气就来了。他说你出国的时候不是自己出去玩都没有回来？我说你现在到底在讲什么？你知不知道你出国还回来？我说你知道你自己在讲什么？我说我出国还带孩子出去，你自己在家里面，谁知道你到底有没有回家？他就好像被我抓包了。我说我去了15天，带了小孩子出去西班牙，你每天就是我们视讯。出国去玩视讯，然后每一天我看他脸色就越来越好，都好的发光这样子，因为不用带孩子。然后我去西班牙，我真的太累了，因为带孩子，我就觉得我干嘛自己找折磨，然后就黑眼圈，然后脸色很差。我说你现在还在提这件事情是不是？他说你凶什么凶？我说不是啊，我就不想跟你讲了，可不可以睡觉？他说对啦，你不爱我啦。啊，情，我想说是情勒吗？我说你连爱狗都比爱我多。然后我就觉得她老公竟然在这个时候知道了一切，他看到了一切的事实，对，他在家里的地位，对，他为什么要常？我刚才狗都不如，为什么要常常这样买醉？你说一个男人生成这样子，他不是他的行业啦，不是说来疗愈的吗？怎么了？你怎么了？他来，你刚刚在讲到哪？老夫老妻爱斗嘴，这样道歉超可爱。多少晚上会想要吃宵夜干嘛？可我老公只要回来，永远只带自己那一份。第一次我就说你很自私哎，
就你自己要吃，我们是不要吃哦。我都这样感觉很差，对。然后我老公就不讲话，隔天他就会问，这个就是他道歉的方式。台阶来了，我就算不想吃，我都会说哦，好啊，你帮我买一碗回来。进去的啦。对。他后来就是真的喝醉酒以后，他有稍微比较节制了，就是，不要再说了，多说多错，我们明天再说。他这样，然后就会先睡了。对，我的部分是有一天我老公就睡觉的时候，我就听到他的手机不楞有那个赖的声音，你知道？然后呢，对，然后我就去看了，因为他睡着了，我就去看了。然后看到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女生啦，其实回话的内容其实很，我觉得是正常。当然，比如说那个时候时间有点晚，好久不见了。然后那就前面我看到他们前面对，好久不见了。然后我老公就说，对啊，很久不见啦，改天请你吃饭。然后那女生就哦什么时候啊？然后我老公说看你有空的时候啊，这样两个就讲会有这样对话。那其实原则上是还蛮正常的。可是我不爽的是，我老公跟我们在家里的时候，他从来不会问说要吃什么，就不会问你说晚上要吃什么，要不要去哪里吃饭？没有，我只要跟他说晚上吃什么，他第一句一定回我你请吗？第一句你请吗？我请客吗？现在知道了吧？你知道你的互动真好令人担心。我觉得这个家里的不要担心，我跟你讲不会离婚。绝对不会，因为我也找不到第二个男人可以这样不理我，不理我，包容你，包容我，不是不理我，小心讲错。我觉得台湾不想理你的人很多。我会干涉你的生活，他也找不到第二个这样包容他的老婆了啦。我讲不平衡，应该也没有，对，应该也没有了，对啊。然后我的意思说，他就不会这样问了，你知道？那我就跟他说，我昨天看到你那我也是直接讲说，我昨天有看他手机，我说我昨天看到你那个讯息呀。那女生是谁？她说就朋友啊，之前的朋友，很久没见。她都讲 agent， 就是他的业务员，讲以前的。然后我就说怎样，请他吃饭哦？怎么不请我们吃饭？他就说客套话是不懂吗？是吃了吗？我是带他去吃饭了吗？我说我怎么知道你们去吃了没？我是有看到吗？你这不几天前的那个信号，相处是不是很危险？很危险。他们俩相处真的很危险。对，听我讲完，然后我就说我是看到你没有吃吗？谁知道？每次问你要吃什么，就问我说我请吗？为什么别人问你什么，你就说请你吃饭？我说都请别人不请你，对，都请别人，而不请我啦。对啊，感觉很差。对，我说这样感觉很差。对，然后我老公就不讲话，因为他永远不会说对不起3个字，他绝对不会。然后可是隔天他会跟你说，晚上去吃烧肉如何？这个就是他道歉的方式。台阶来了，你不给他台阶，就再也没有。他说我还要给他面子，他说吃烧肉好不好？我说好啊，就是要乖乖的。所以是一种默契啊。对，就是你得两个人就找到了相处的模式。对，因为如果你不这样，就比如他有说吃烧肉，我说不想吃。他会把气出在我儿子身上，然后我儿子会打来说：“妈咪，你又惹他生气吗？他又来找我茬，问我功课干嘛不写什么什么。我哪有什么功课啊？我干嘛要写功课啊？他莫名其妙来骂我，你可以不要再惹他生气了吗？”我说：“好，对不起。”这一家好特别哦，好特别。你弄我就弄你的罪啊！你弄我就弄死你儿子。对，就是一种我儿子就来弄我，儿子就来弄我，你知道吗？我是一个circle。你是不是让他不高兴的？他要问我功课了，跟他惹了吗？关我什么事啊？对。那你知道我老公也知道，就是他如果晚上回家，像我们都会吃就是多少晚上会想要吃宵夜干嘛？可我老公只要回来，永远只带自己那一份。就是他不会打电话，像我没有出去，我都会问说，我现在要去夜市，我要买什么？你也没有说你不吃，他就只带自己。对，他不管，他就只带，他也不会打电话来问说你们要不要吃什么，都不会问，然后就是只带自己的。那我要带自己回来，我就说第一次我就说，你很自私就你自己要吃，我们是不要吃哦。你知道他马上会回，是不会叫 Uber Eats 哦。你不会叫 Uber Eats 啊？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干嘛不会叫 Uber Eats 啊？家里对话都是这样唱的。然后你知道，后来我就发现不能这样。他点了，我说下次要不要问一下我要不要吃啊？你点这个其实我也蛮想吃的，你下次要不要买的时候问一下。
那如果我用这样的口气跟他讲，隔天他就会问。可是当他问你的时候，你又要给他面子，你不能说我不吃，不吃就再也没了。你要他打来说，哎，我现在在哪里买什么豆花，你要不要吃？我就算不想吃，我都会说哦，好啊，你帮我买一碗回来。进去的啦，看到台阶就要下，对，要不然搬出来，要不然台阶拿走以后，你发现用跳的太高会受伤。对，你们都看过我老公以前是不是还做过这个什么菜单啊？你们记不记得？就是都会做一些很蛮贤惠的，对，很贴心的一些就是礼物啊或卡片啊、惊喜啊给我。然后但是这些呢礼物、卡片、惊喜呢，就是在我结完婚之后呢就消失殆尽。然后呢，在我有小孩之后呢，更是什么都没有，就是例如说什么，不要说什么情人节啦，好，情人节他从来也就觉得那是商人节嘛。但我以前最 care 3个节日，就是结婚纪念日、生日，然后还有圣诞节，我很喜欢圣诞节。对，然后反正这3个节日呢，情人节还好。对，现在他也都没有给礼物哦。然后我每次问他，我都会说，为什么你现在都没有准备礼物给我？他都会说。因为像我们现在有小孩了，我不想要再买一些什么东西，然后给你之后，然后你可能也就是惊喜啊，又不喜欢，然后又浪费了一堆钱。他说要礼物可以啊，我们就一起去买。然后每次我就说好啊，那一起去买。然后我说什么时候？我扣你时间哦，你没空，我很忙，你又怎么着？然后反正就理由一大堆，然后到最后就会默默的这个礼物的事情就是消失殆尽，就是整个就是飞到，然后又过到了明年的生日，明年的圣诞节，就是一年过一年。然后呢，今年呢，我就觉得非常的不高兴，我就跟他讲说，我觉得再这样下去，我觉得。我真的要受不了了，生活没有充满期待。对，我说我觉得一点仪式感都没有。我是一个这么需要仪式感、这么浮夸的人，对不对？我这么需要，然后你居然一点都没有。他说好，我会改进。老公惊喜大礼包，人妻反应大不同。医生就诊断出我有那个声带萎缩的状况，然后那个手术呢是要自费的。这时候呢，我老公突然很 man 哦，老婆不用担心。我帮你出这个手术的钱，当你的圣诞礼物。其实还 OK 啊，什么 OK？ 不 OK 吧？你一讲话，哎，我付的钱哦。我是一个这么需要仪式感、这么浮夸的人，对不对？我这么需要，然后你居然一点都没有。他说好，我会改进。然后前一阵子呢，就是我喉咙不是一直都出了一些问题吗？一直有烟酒嗓，对，一直有一些问题。然后前一阵子去看医生呢，就是医生就诊断出我有那个声带萎缩的状况。哦。然后呢，那时候医生就说呢 ，talk too much。对，我 talk too much。他用错地方。发音了，反正就是用太多了这样，然后呢，他就说有声带萎缩的状况，那就要动一些小手术这样，然后那个手术呢是要自费的，然后那天我走出去的时候，就是声带萎缩已经就觉得很伤心嘛，然后他就说那个手术的费用大概快4万块左右这样，然后我就默默就在旁边就 murmur 说啊，就是这个手术还要4万，好贵哦，什么什么这样，然后这时候呢，我老公突然很 man 哦，挺身而出，那个时间就是在12月的时候，他就突然跟我说。老婆不用担心，我帮你出这个手术的钱，当你的圣诞礼物。还你好声音。然后当下的时候，我还甚至被他训练到有点感谢他，我就想说，哇，老公怎么这么好啊？居然就是帮我出圣诞礼物。我心想说，仔细想想不对，那怎么样？以后老了以后怎么样？50间是情人节礼物，然后青光眼是生日礼物吗？为什么会这样？白内障没有了，白内障会有青光眼、关节炎，然后关节炎是什么礼物？对不对？你要不要换个人工髋关节？对，这个价钱比较高。对，这什么？结婚20周年，换一种人工髋关节。让我们一起表示我对你的爱。我觉得到了我们结婚30周年，我帮你换个人工心脏，怎么样？对，支架其实还 OK 啊。什么 OK？蛮感人的，我觉得蛮感人的。你看到没有？我们都觉得感人。不是，我们要一起啊！我们觉得感人吗？感人。哪里？没有，我觉得没有，非常感人。这个本来要对，本来就是应该要。而且你看，你一讲话，哎，我付的钱哦。黄莺出对不对？声音是吧？对不对？你的声音是他送的，你再也没有烟酒嗓嘞。对呀，他给的，多好。不是，那问当你骂他的时候，哎，嘘，那个是我出的钱哦。小心使用，我觉得他付小声
你别伤害他了，小心使用，很棒。你小心说话，不要伤害我的爱，是吧？好有趣哦 ，OK 啊。很不 OK 哎。你觉得不好笑浪？你觉得不浪漫？对，就是礼物就是礼物嘛，对医药费才就是医药费啊，就呼吸到最后没有浪漫的啦。可是如果你老公换一个说法，我觉得是爱哎，可是重点是我后来就很生气啊，我就说哪有这种事情，然后我就跟他翻脸，然后你知道他居然也跟我翻脸，他说怎么样，给你礼物你也就是也不要，然后不给你又一直计较，然后重点是后来哦，他就问我说，那你这个保险有给付吗？然后我就去问了一下，我说还真的有，然后他说那你自用保险付。最后 ending 是他叫我用保险，你看吧，这就是你给你台阶你不下，有没有？所以就没了。搞不好他付了以后，你保险理赔都是你的啊。礼物呢？你不是还赚到了？你把两边赚的，你保险理赔也对啊，然后保险理赔也赚，这个也付掉了，没有我多好。老公后来4万就不给我了。你这样换别的礼物给，因为你不是给他台阶下嘛，是不是？不会想那么多，因为当下就是 emoji 的问题。对啊，当下只是想到我以后白内障的时候。安心云同学，我们刚刚这样分享有没有道理？他那个是不是不需要生气？其实不需要，但是当下，可是当下心情很差啦。他是抱着期待的，想说今年的 Christmas 应该会不一样。不一样啊，的确不一样啊。可是送你一个黄莺出谷的，我送你个黄莺出谷，对啊，多好，对不对？小心手给你个余音缭绕的，多好啊！很感动，我刚听到很感动啊，对不对？为了表示对你的爱，人工髋关节一组送，是不是？而且我要20周年的时候如果你老公是跟你讲说你要去看啊，反正你有保险，叫保险付一付就好了，你不听起来更不爽，对啊，这才不爽哎，对不对？这样才会这比较像西德哥会说的，本来都要对，因为他确实把我保得很好，对不对？保得很好，本来要骂了，又吞回去了。我觉得从他们的分享也看出他们就是家庭夫妻之间的那个平衡地位高低，那个真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相处的模式啊。很可爱，蛮有趣的，很可爱，参考一下。但是我真心觉得道歉啊，学问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说话还更需要艺术的学问，真的是，它是一个必修课哎。呦必修的，因为很多人对于道歉的基本认知就会觉得，我就是我如果道歉，就表示我承认这个错误，表示我矮你一截。我觉得这是一个对，这是一个迷思，因为道歉真正的目的其实是在于修复关系。我为什么要道歉？是因为我在乎你。大家应该学会如何好好的道歉，而且最要是找到彼此喜欢、能够接受的道歉的方式。就像我曾经跟我老婆，我们有聊过一个概念，爱这件事情。请你用我的方式爱我，对，对吧？对，有的人可能要肢体接触，有人可能要送礼物，对不对？可能不一样。它是精心时刻，对，就是每个人或者有的方式人就是需不一样。要一组髋关节，白内障，水晶体，无论如何都希望我们好实用哦。所有的夫妻们都能够找到更和谐、更幸福的未来，好不好？女王大人，我们下次再见 ，See you， 拜拜。快订阅未来中文台 YouTube 频道。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最新的女王大人哦。特别感谢嗨欧尼时尚美妆。